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姓陈，生活在广西的南宁，今年29岁。我和男朋友是大学同学，算是一见钟情。大学毕业那年，我们和很多情侣一样，面临着毕业即分手的困境，也经历了半年的异地恋。后来我实在忍受不了，便辞职去到他的城市找工作，一起生活。父母阻拦我，希望我不要离开他们，但当时我没有理会。也许恋爱脑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吧。为了对方不顾一切，工作几年，生活也稳定了。我快28岁了，偶尔我会跟他提结婚的事情，但男朋友觉得还年轻，应该继续奋斗，而且他现在没有钱，没能力给彩礼，也没能力买房。他不想结婚之后还继续租房过日子。原来他担心的是这个，我松了口气。彩礼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可以不要彩礼，房子那边也不用担心，我爸妈可以出房子的首付，到时候我们一起还房贷就好。男朋友开始动摇了，便跟他母亲说了这事。他母亲当天就提出双方家长见面，把婚事敲定。男朋友的母亲对于我们不要彩礼，而且付房子首付的事情十分满意，连连夸赞我识大体，懂得体谅男朋友的辛苦。我嫁过去是他们家的福气。我母亲本来就不愿意我远嫁，直接问未来亲家，毕竟是婚姻大事，你们家什么都不出，坐享其成的话，未免有点不重视吧。男友母亲尴尬地笑了一声说，亲家母，我们家条件没你们家那么好，现在都靠我儿子打拼，他还有个弟弟刚毕业还没找着工作，所以实在对不住啊。要不这样吧，儿媳的那套陪嫁房我们来负责装修，您看这怎么样？虽说母亲不满意，但是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，母亲也只能内心叹气说好吧。那天晚上把我和男朋友的婚事基本上敲定了，计划是等陪嫁房装修好了之后就结婚，想着总算能稳定下来了，我心里十分的高兴。可惜好景不长，房子刚开始装修就遭到了别人的算计。婆婆找到我，用商量的口吻跟我说，儿媳，你小叔子自己不懂事就算了，还找了个更不懂事的女朋友，非要我们家出一套房子才肯嫁。你小叔子脾气倔，偏偏非他不娶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啊？我看着婆婆那么困难，但我也没法子，只能安慰婆婆说，婆婆您别着急，让小叔子再跟他女朋友沟通沟通，说明下情况吧，也许会有转机的。婆婆摇晃着头，哪有什么转机呀？该说的我们都说过了，但是那个女孩子就是不愿意呀。不如这样吧，你这套陪嫁房先给小叔子做婚房，等小叔子结婚了，再把房子还给你，你看行不行？我没想到婆婆会跟我提出这样的要求。我的房子给出去了，那我住哪里？为什么要拿我的房子？我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，跟婆婆说我考虑考虑，转头回房子那边，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打电话跟父母商量。路过走廊，在墙角那听到男朋友和小叔子在说话。男友说，你婚房的事妈妈已经想好办法了，现在主要是多劝你嫂子，等会你去跟她诉诉苦，你嫂子心软，没准会答应把房子给你。小叔子不解地说，哥，这成吗？我这不是在骗我女朋友吗？万一她嫁过来之后发现房子原来是嫂子名下的，那最后还不得跟我离婚啊？男友一拍小叔子的头说，你傻呀，到手的房子还会还吗？反正她也嫁给我了，都是一家人，房子在谁的名下都一样，
到手之后，你再把房子过户给咱妈，就说妈妈是一家之主，把房子过户在妈妈名下是最好的。那嫂子，小叔子担心地问。男友慷慨地说，你嫂子那边没事，她家里有钱，到时候让她爸妈再给她买一套，咱家不就能白拿一套房了吗？我脑子里一嗡一嗡的，男友说的话一直在我脑子里转。你嫂子心软，把房子给你，咱家不就白拿一套房了吗？在一起那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想过男友会有这种心思，居然联合他们一家人起来算计我，想骗我的陪嫁房。我这几年的青春算是喂了狗了，我一定不能让他们如意。他们的算盘我都已经知道了，但我没有表现出来。我继续看着他们在我眼前做戏，很好笑。我倒要看看他们接下来想怎么继续骗我。我答应了婆婆，把房子过户给小叔子，对婆婆说，妈，这房子将来是要给小叔子当婚房的，您可得装修的好看点啊。婆婆看我已经上钩了，想着这房子以后就是他们的了，于是装修起来就更加卖力了。我突然觉得他们家好像很有钱，一套房子装修下来起码也得20万。呵呵，当初还跟我说家里没条件，原来早就在骗我了。装修的这段时间，婆婆一直问我什么时候去办过户手续，但我哪会真去啊？我说，妈，我最近工作太忙，一直要出差，等房子装修好了再说吧。知道男友也一直在骗我之后，我借口说要出差，简单的收拾点东西，离开了他的出租屋，来到了我朋友家借宿。当然，为了不让男友起疑，我半个月或者1个月会回去待个2、3天，毕竟我是做审计的，跑全国各地出差是常态，所以男友也没怀疑。这半年来，我过得非常开心，感受到了从来没有的自在。我见到了以前的高中同学，我们恢复了联系。他跟我告白，我没有拒绝，因为他真的待我很好。我们高中时的感情就不错，他是班里的学委，我是班长，3年来在学习上相互帮助。后来他跟我说，他高1就开始喜欢我了，但是忙于学业，不想影响彼此的学习，就把这份感情藏在心底。我笑了笑，觉得他真傻，傻得可爱的那种。男友给我发信息，说房子装修好了，出差回来了，可以过去看看。我回了句，好的，我也给你带了个礼物。这天我带着高中同学去了我的陪嫁房，他们一家人都在。看到我挽着一个陌生男人的手走进去，他们不解地问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冷漠地说，房子装修好了，你们也可以离开了，这里始终是我的家，别想着白拿我的房。婆婆感觉到他们的计划被我知道了，但还想挣扎说，儿媳，你这是说什么话呀？我们是一家人，没有人想拿你的房啊。这不，你看我给你们装修的多好看啊，您别再演戏了，您脑子里想着什么？我清清楚楚，用小叔子当借口来骗我，想把这套房过户到他的名下，他再把这套房过户到你的名下，这算盘可打得真响啊！男友想上前拉我，但高中同学挡住了。我瞥了男友一眼说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们走吧，要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婆婆看东窗事发，也不再假扮，直接挑明说，房子是我们装修的，如果你想要回这套房，就给我们50万，要不然我们就赖在这不走了。我没想到婆婆这么死皮赖脸，我非常清楚装修的钱就花了20万不到，现在却想要我50万。我看了一眼男友说，你母亲这么不要脸，你不说点什么吗？男友看了眼自己的母亲，最后还是没有说话。他的态度我早就料到了，他从来不敢违背自己的母亲，母亲说一是一，
说22也是，如果他会违背自己母亲的话，怎么会联合母亲来一起算计我呢？我从始至终都是被欺骗、被蒙在鼓里的那个人。僵持不下，他们赖着不走，我只能报警。他们见警察来了，内心害怕，沟通之下把价钱开到了30万。我还是坚决说不，我这次再也不会任由他们宰割了。婆婆见目的达不到，就狠着说：“你不还我们钱，我们就上法院告你。”呵，告我？好啊，我奉陪，让大家都知道你们这一家人是什么货色。全剧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小叔子要结婚，婆婆跪在地上求我把房子给她儿子做婚房，甚至还想除掉我。那天我才知道，原来不要脸居然可以到了如此地步。除夕那天，我跟老公女儿一起回她老家所在的县城过年。年夜饭开始前，婆婆把我拉到一边，给了我一个厚厚的红包。这是我想不到的，因为婆婆素来不怎么喜欢我，别说给红包了，逢年过节的收了我给的钱，还少不得要在背后编排我2句。然而今天她却笑眯眯的：“兰兰，婆婆想和你商量一件事。”她说的这件事就是她的小儿子，我的小叔子谈了个女朋友，准备结婚了。但是女方要求男方家里有房，好端端的和我说这个干什么？我心里有些不祥的预感。果然，下一刻他开口道：“当年妈手里的那点钱都给你和何年去买房了，现在你弟弟要结婚，拿不出钱了，人家女方家里着急。我想着反正是一家人，要不然把你们的房子做小妍的婚房。”我差点因为我耳朵出了问题。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新婚夫妇和我们住在一起算怎么回事？不合适，当然不合适。婆婆一副一切都在计划之中的样子。我想着，你们一家先搬出去，给他们小2口先住几天，等怀孕了，何妍这个媳妇跑不掉了，你们再搬回来。人怎么可能无耻到这种地步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里的怒火。妈，这种事是诈骗，我不会帮你们欺骗一个无辜的女人，这种缺德的事情我不做。说完，我转身想走，谁想到他却一把拉住我，开始声嘶力竭起来，动静闹大，把客厅里的亲戚惊动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看着一脸关心的丈夫何年，我依然压不下怒火，压低声音道：“你不如自己问问妈。”婆婆声音大起来：“哎呀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，你直接说出来啊！我知道你这个当媳妇的对我有意见，别背地里说呀。我就是想着一家人，想让你帮帮你小叔子。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狠心啊？当年你们结婚，何妍她是不是前后照料着你们结婚买房？何妍也没少借钱给你们呢。”她一边絮絮叨叨地说着，一边抹起了眼泪，一副可怜的样子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几乎说不出话来。亲戚见了，纷纷上前想把她扶起来。婆婆见有人帮她，更撒起泼来，哭着哭着，她居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大骂我和何年不孝。当年买房骗走了她手头的积蓄，现在她没用就不听她的。当年你儿子可不是鞍前马后伺候我和何年结婚吗？我们的礼金他是1分钱没落下，全塞自己口袋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们说过一句话吗？我顾不上何年的劝阻，一把推开丈夫，冲到他面前。我们当初买房，你和何妍当年一共拿了6万不到，还给我们算利息。这么多年拿那一笔烂账和我们扯皮，我们这些年光是何年补贴他弟弟的，没有10万也有8万了。我还要说下去，何年拉住了我注意到身后女儿还在张望，强压下火气，
余光却又看到了旁边探头探脑的何言。他今年20来岁，黑瘦黑瘦的，因为打架斗殴混社会，高中都没有读完，在家当个浑浑噩噩的无业游民。给他找了无数工作，他总能被开除，然后继续啃老。我冷笑道：再怎么样也是个20几岁的男人，别遇到事情只会躲在自己妈后面，没用的东西。我告诉你，除非我死了，不然我们家的房你想都别想。年30的晚上，不顾劝阻，我拉着老公女儿去住了旅馆。在旅馆中，我压着火气向老公说明了事情的经过。老公叹息许久，没有说话，打开婆婆塞过来的红包，一叠折起的10元，还真是鼓鼓囊囊一大包。老公摸着我的背，委屈你了，你再忍几天，我们回上海，明年不回来了。只要我们不松口，没人能把我们的房子拿走。我掐着何年腰上的肉，我可警告你，我是不会松口的。你也得管住你自己，别你妈一哭天抢地的，你就什么都忘了。你要敢拿我俩的房子去孝顺她，这婚我们立刻就离。何年抱着我连连保证，我这才在愤怒中逐渐睡去。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更加恶心的事还在后面。第2天春节，何年是个很传统的人，尽管前一天闹得不愉快，依然去了他妈家拜年。不过他还是很聪明的，把我和女儿留在了旅馆。过了几个小时，我接到了何年的电话：佩兰，我妈家的门没开，家里没人。何年的语气带着担忧，显然春节消失是很不正常的事。尽管非常生气，但是考虑到那是何年的家人，我立刻跟着他开始了寻找。各个亲戚打电话问遍，附近的邻居也问了。就在何年着急的要报警之时，婆婆终于出现了，拄着拐杖，气喘吁吁，显然刚刚从某地赶来。何年上去扶住婆婆：妈，你去哪了？急死我了。婆婆有些心虚的道：出门去看看远方亲戚，刚回来。你们着急了吧？走走走，回家，我给你们下饺子。婆婆仿佛忘记了昨天的不愉快，殷勤忙前忙后，还自动给我盛了饺子。何年挤眉弄眼地看着我，那意思再明显不过。你看，妈还是心疼我们的。我却很难这样乐观，四处看了看，我发现似乎少了什么。妈，何言人呢？婆婆赶紧道：她出去了，出去了。她的语气支支吾吾，怎么看怎么不对劲。我还要再问，何年却道：对了妈，我昨天把钱包忘在你这里了，你看见没有？婆婆摆摆手：先吃饺子，先吃饺子，回头给你找。我想起来女儿，站起来道：圆圆还在旅馆。何年，我回去看一下，你车钥匙给我，开车快一点。何年摸了一下口袋，钥匙在我钱包里，你让妈找一下。婆婆道：我没看见，你们找去吧，我反正不知道，估计是你们昨天掉路上了，或者忘在旅馆了。何年找了一圈，没看见何年的钱包，果断拿出手机，找不到了，报警吧，可能是被偷了。婆婆一听这话，有些着急：报什么警啊？大过年的，再找找，可能就是丢在路上了。我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，妈，何言去哪了？何年的钱包是不是他拿走了？里面有我们一家的所有钥匙证件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婆婆心虚地避开我的目光，又移向一边。小妍她朋友有点急事，所以借一下你们的车。他本来想和你们说的，我怕打扰你们睡觉，就没有打电话。我快步走到窗户边，果然何年的车已经没有了踪影。何年也急了：妈，你怎么事先不说一声啊？我坐回位置，声音是我自己都没想到的冷静。他什么时候走的？婆婆扭过头，
一副不想搭理我的样子。我强行压抑的火气立刻上来了。何年，报警，就说有人偷车偷钱，这种盗窃案最少判他个10年。婆婆慌了。何年，你弟弟马上回来了，不就是借个车？那可是你弟弟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打开手机，婆婆见了就想上来抢，我直接躲开她，打开家里的监控。我们远在上海的房子里面的监控是可以同步到我的手机的。果然，神秘失踪的小叔子何言出现了。我万万没想到，自己心中最荒谬的一种猜测居然是真相。何年也愣住了。妈，怎么回事？还不明显吗？我们不答应给房子，他们现在要生米煮成熟饭了。何言没怎么来过我们的房子，但是婆婆曾经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，房子的密码对他们而言不是难题。我气得牙痒痒，从这里到上海开车要5-6个小时，何言已经到了，就说明他昨天晚上就动手了。他们这是早有预谋啊！更绝的是，他们把车开走，还把我们的证件带走了。没有了证件，又是大过年，都很难找到车，我们短时间也没办法回家。绝了！这俩人真是把事情做绝了。婆婆见势不妙，赶紧抹起眼泪来。何年，小妍她不像你，她打小不学好，也没什么本事，好不容易有个姑娘看得上她，你这个当哥哥的，你就帮帮她吧，算我这个当妈的求求你们呐！我一把拽开何年，我敬重你是长辈，你还有一点当妈的样子吗？何年有本事，有房子，那也是我们2个这么多年一点点奋斗出来的，凭什么要让给何言？他敢这样做，就别怪我们。何年，报警！婆婆顿时慌了，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“你这是要害死我们家何言呐！何年，你就忍心为了他这个外人，让你弟弟坐牢？你忘了他是你弟弟了？他自作自受，关我们屁事！何年，报警！”婆婆突然大口呼吸起来，一副喘不过气的样子。何年原本还在拨弄手机的手立刻停了下来，上去查看着。糟了，我妈有心脏病。佩兰，这么多年夫妻，我自然看得出丈夫眼里的恳求，尽管气得牙根痒痒，但是人命关天，我也只能先打120，有轻微的心脏病发情况，目前来看没什么大碍，不要让他情绪激动，后续的治疗再观察吧。护士指了指病房，继续道：“老人家年纪大了，情绪激动以后难免的，家属也不要太害怕。”得知婆婆没事，何年的心终于落地，我也终于有机会开口：“你妈现在已经没事了，我们可以报警了吧？”何年叹口气：“佩兰，你也看到我妈的情况了，如果我弟真的坐牢了，我妈肯定活不了，而且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闹到那种地步。何年，你之前是怎么和我保证的？你不是说这次不心软了？”何年拉住我：“我肯定不会答应何言的要求，但我们一定有其他办法去解决这个事情。只要你不报警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”何年虽然是个温文尔雅的人，但是一旦决定了某件事情，就一定不会退让。我知道这是他的底线，真的什么都听我的。何年点点头：“真的，好吧，这也算是达到目的了。并且我的报复手段和法律比起来，哪一个更恐怖，还不好说呢。”有了何年的支持，我终于是不用再担心伤到丈夫。先打开了家里的智能开关，通过监控查看了一下此时家里的情况。何言正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，吹着空调睡大觉。我心中冷笑：别人的房子，你住的还这么舒服吗？等着吧，我的报复才开始。我更换了家里的门锁密码，并且进行了反锁，这样他从里面也打不开门。
然后我联系物业，直接停掉了家里的水电，并且告诉他们，我们家人要外出旅游，最近1个星期不会回家，房间里有任何动静都不要管。做完这些以后，我和何年回到旅馆，把手机关机扔到一边，点了桌饭菜，一家人一起美美的吃了一顿。期间，何年的手机响了无数次，都是那个已经失去联络的何言打来的。何年显然记得他给我的承诺，不予理会。到后来他也烦了，干脆也关了机。现在是过年期间，上海室外温度已经达到了0下，而我家在16楼，在这种天气里没有空调，无异于是把何言扔到一个冰窟窿里。到了下午，一阵紧促的拍门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，透过猫眼，外面是穿着病号服的婆婆。只见她此时面红耳赤，气喘吁吁，显然是一路健步如飞从医院跑过来的，哪里还有一点病人的样子。你这个死丫头啊你！刚一开门，她就直直地冲着我扑过来，你是要害死我儿子，你这个杀人凶手！何年丝毫没有犹豫地挡在我面前，拦住她。妈，你干嘛呀？婆婆涨红了脸，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，坐在地上开始嚎啕大哭。你看看你找的好媳妇哟，她害死你弟弟了呀，我可怜的儿子啊！我冷笑道，怎么了？我不就是改了一下我自己家的密码吗？我来老家过年，不得把家里的水电断了，我干什么了？多正常的事，我也没有逼谁入室行窃啊，我也没有拿刀指着谁，让他进我们家房间，被我关起来呀。你在这儿哭哭闹闹的，别人还以为我做了什么不对的事呢。你，婆婆眼见着说不过我，用手指着我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立刻开始翻白眼，大口喘气。我已经看透了她这一套，立刻补刀。何年，没看见你妈又要发心脏病了，还不赶紧找120？我们先把你妈送进病房，就个4、5天，然后再来解决你弟弟的事。这一句话堪比华佗在世，扁鹊重生。老婆子立刻气也不大喘了，脸也不红了，白眼都不翻了，死死地瞪着我。何年哭笑不得，妈，你说你做的事叫什么事？婆婆拉着何年的手，何年，你看看你弟弟，上海那多冷啊，他又出不去，又没有空调，你老婆连水都不给他喝一口，这不是逼你弟弟去死吗？我在旁边冷冷地补刀，那我们也没办法呀，密码改了就只能改这一次，下次再改就要到1个月以后，水电要恢复，就必须要到小区那里去登记。这当然是信口说的，但是婆婆怎么会知道真假？当下一脸绝望。何年想说些什么，但是在我目光的监督下，她最终只是摸着母亲的手。这样吧，妈，我们现在就回去，把小妍带回来，我继续补刀。拜你弟弟所赐，临时身份证要3天才能下来，想回去3天后吧。周佩兰婆婆眼睛都红了。好了，妈，交给我吧。何年叹口气，我们找朋友送我们，这样快一点，大过年的，谁愿意呀？我站在何年身后，继续刺激他，人家不过年了，麻烦人家这么大的事，我们还得还人情呢。钱包也被你们拿走了，哪来的钱请司机？婆婆立刻跳了起来，钱包在，钱包还在，我给你们拿来。钱包的确还在，但是里面的钱和车钥匙都不翼而飞了，只有银行卡和我们的证件，这些何言拿了没用，所以留了下来。何年神色暗淡下来，钱包在，婆婆却选择了欺骗她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不言而喻。我拍了拍丈夫的肩膀，示意他还有我和女儿。寒风凛冽的天气，坐高铁回家着实有些折磨。不过想到某个坐在我家瑟瑟发抖的家伙，
我的心情立刻好了起来。到了楼下，我让物业恢复供电，然后打开监控，查看了一下何妍的状态。她现在没有空调，又没有食物和水，正抱着腿裹着被子缩在被窝里。此时距离我停掉水电已经过去了20多个小时，虽然这对于我来说远远不够，我巴不得让他在这里关个2、3天，彻底长长记性。20多个小时寒天冻地，再加上滴水未进，何妍显然有些后遗症，哪怕开了空调，也是哆哆嗦嗦的说不出话来。我站在他面前，居高临下：“何妍，你想生米煮成熟饭，我欢迎啊！我最喜欢胆子大的人。不过我这个人就是喜欢摆弄手机，时不时换个密码，断一下水电。你想住进来，随便你啊，只要你做好时不时被锁进门里、断水断电的心理准备就好了。”何妍哆嗦着，仍然不忘用怨恨的眼神对着我。我冷笑，这些年出来闯社会，我什么样的狠人没见过？一个靠妈救济的啃老族想威胁我。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有一句古话叫做宁得罪君子，不得罪小人。何妍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小人，而我低估了这家伙的不要脸和卑劣。何妍的到来就像是一个急匆匆的小丑，从登台到谢幕都是昙花一现，拙劣的表演令人发笑。我们谁也没有把一个小丑放在心上。小小闹剧之后，依然是正常的生活。然而没多久，何妍回来了，嚣张的微信通知高调宣扬着我回来了。我被这只蟑螂的存在膈应得有些反胃，随手就想删除他好友。然而接下来他却又发了一张照片，一张公园的照片。图片里女儿的背影正坐在秋千上，尽管没有多余的字，但是隐含的深意令人不寒而栗。我立刻给带女儿外出的丈夫打了电话。何年，圆圆呢？电话那边，何年的声音有些莫名其妙。你别着急，我们在公园呢。刚才圆圆进去玩了，我在门口等她。我的情绪有些不受控制，快给我找到她。如果圆圆真的受到伤害，何妍，我死也要让你偿命。就在我急得焦头烂额之际，丈夫已经把圆圆带了回来。圆圆没事，你这么紧张做什么？我把手机递给他，你自己看。何妍这是什么意思？丈夫脸色微变。这样一想，我刚才的确遇见何妍了，难道她在监视我们？就在此时，我的手机一响，打开微信，里面是老公牵着女儿进门的照片。女儿的后背还被人歪歪扭扭地画了一把匕首。老公，现在怎么办？女儿是我的命根子，我根本冷静不下来。何年拉着我的手，放心，他可能就是吓唬一下我们。可是我们都低估了何妍的歹毒。何年只是在咖啡厅接了一个电话，转身女儿就不见了。看着丈夫焦急自责的神色，我只能安慰他，毕竟有一个熟悉我们家的人时刻等着下手，这不能怨丈夫疏忽。我们只能焦急地四处找寻着。然而没过多久，我们接到了警察的电话，圆圆被人送到了警察局。看到急匆匆赶到警察局的我们，何妍脸上笑容满面。嫂子，圆圆这么点大的年纪，你们可得小心看着呀。还好是遇到了我，要是不小心在哪个交通路口遇到人贩子怎么办？开过来一辆车怎么办？我强忍着怒火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何妍指着自己的裤兜，嫂子，我大老远过来看你们，没钱了，旅馆住不下去了，正好小侄女没人照顾，我也能帮忙保护一下。毕竟你以后是要上班的，我哥也是要上班的，孩子上下学，总有一个人落单的时候，你说是不是？明目张胆的威胁，
可是我不能说什么。在警察看来，这就是一个叔叔对于侄女的关心，没有人会相信这些都是他安排的。何言是一个无赖无耻之尤，他可以用各种下作的手段，而我不行。我有家，还有丈夫女儿，我不可能真的和他拼命。他显然就是吃准了这一点。何年拉住我的手，欲言又止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何年，我这个人你也清楚，我不是什么赶尽杀绝的人，但是你弟弟要是再拿我们女儿做文章，我也不是泥捏的。何年叹息许久，佩兰，要不然我们就让了吧，这只是短时间的退让，他们说会还。我摸了摸丈夫的脸，一字一句地告诉他，何年，我们让一次就会让一辈子，我不会让我们家成为那个吸血虫的食槽，绝对不会。丈夫似乎看出了我眼中的坚决，他握住我的手，佩兰，你还有我和圆圆的支持，我们和你一起。我忍不住笑了。何年虽然不激进，但是在担当方面，他不需任何男人，有他的支持，我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去做。何言大摇大摆地住进了我家，我忍着怒火，心中告诉自己，这只是暂时的，等到计划完成，他将会永远在我的家人面前消失。何言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房子是不可能给你的，借用也不可能，但是我们可以借你一点钱，让你自己买房。何言瘫在桌子旁边，剔着牙，多少？我可先说好了，上海这种地方寸土寸金，你们要是给少了，我还是买不起。20万。何言随口吐出牙签，那还是算了，我觉得住在你们家舒服多了，其实也没必要找什么女朋友，你们养我就好了，我自己哥的家，我待着肯定比其他地方舒服。我忍着怒气，那你说要多少？何言伸出5个手指，50万，不能再少了。这倒让我有些意外，毕竟这里是上海，他说的50万根本不够做什么。不过这也让我舒了一口气，毕竟50万我们还能拿得出来。我咬牙，好，不过你得给我点时间，我还有一笔资金没到账，到了就能借给你。何言点点桌子，1个星期，最多1个星期，要是我拿不到钱，你们就给我等着吧。他站起身，对了哥，我要出去吃个饭，给我点钱，2000差不多了。何年皱眉，我示意他先不要激怒这家伙。何年只得微信转给他。何言离开后，我拨通了叶秋水的电话。叶秋水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也是多年的好朋友，算得上是我最信任的人之一，让他执行我的计划，再好不过。3天后，我们等到了合适的时机。叶秋水穿上昂贵的衣服，带上名包名表，敲响了我家的门。何言打开门，看见门外的叶秋水，眼睛立刻亮了起来。这是当然的，叶秋水的美貌在大学是很多人追捧的存在，何况她精心打扮了，对于何言来说，这样的大美女更是抵抗不住。叶秋水取下墨镜，一副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样子。周佩兰在吗？何言反应过来，不在，我哥我嫂子都出去了。这个时机当然是我们精心准备好的。叶秋水故意打量着他，你是？我叫何言，何年的弟弟。何言满脸谄媚的笑，你有什么事进来说，快请进，我给您倒杯水。不用啦，我就是过来恭喜一下他们，既然你是他们的弟弟，就请你转告他们，他们那笔资金已经到这张卡里了，这一次分红一共50万，记得让他参加庆功会。说完，叶秋水丢下银行卡，一副不想搭理他的样子，转身要走。何言听到了50万，哪里耐得住性子，立刻拦住叶秋水，姐姐，什么50万啊？你不说清楚，我可不敢随便转告。叶秋水睥睨他一眼，
嘲笑道：“投资这种事儿，说了你也不懂。”何言哪里肯罢休，追问不休。我见他已经上钩，赶紧在耳机里安排叶秋水放鱼饵。叶秋水接到指令，对何言放出诱饵：“你不会真觉得靠你哥哥嫂子那点死工资能在上海买房吧？他们这些年能赚到钱，还不是靠我带着挖矿？比特币知道吗？我就是做这方面投资的。”何言一愣：“那不是骗人的吗？”叶秋水嗤笑：“呵，当然是骗人的。要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东西是金矿，我们还赚什么？就是要大家都以为这是个骗局，我们这些知道内情的人才好从中间捞金。”何言此时已经动了心：“那我也想做这个，你不会骗我钱吧？”叶秋水不屑道：“别闹了，弟弟，我们的资金盘早满了，哪里还有外人进来投资的余地？钱这个东西，谁愿意跟别人分？你那几个钢镚，我们根本看不上。”叶秋水这话放出来，何言已经彻底觉得他不是骗子了。毕竟骗子怎么会把钱往外推？最终拗不过何言的纠缠，叶秋水勉为其难地加了何言微信。至此，我计划的第一步成功了。回到家，我故意问起今天有没有人来找我。何言面不改色：“今天有一个女的给咱家送了50万。我想着嫂子，你不是正好欠我50万吗？正好就给我得了。之前我们说好的是我借他50万，现在变成我欠他50万了。”我强忍怒气：“既然这样，我们就不欠你的了。你什么时候滚出去？如果何言现在能见好就收滚出去，我就当出门被车撞了，治疗赔了一笔。”何言把碗一推，剔着牙摊手道：“还没完呢，嫂子，我今天去看了房子，上海房价是真的贵呀，动不动就是上千万起步，我这50万啥也不够啊。”果然和我猜测的一样，这种人只会越要越多。我站起身，神色冰凉：“我告诉你何言，我不是你妈，你别以为你能贪得无厌地吸我们的血。”何言一听，冷笑着瘫在椅子上，一副扶不起的模样：“随便你吧，反正我现在没钱没家，烂命一条。圆圆可漂亮可爱多了。”我气结：“你这个无赖！”晚上，叶秋水给我发了他和何言的聊天记录。尽管手里已经有了一张50万的卡，何言依然不满足，死皮赖脸地求着叶秋水让他投资。叶秋水笑着道：“鱼儿上钩了。”我不以为意，性格决定命运，何言不可能抵挡住金钱的诱惑。按照原定计划，先给他点甜头尝尝。于是1天后，叶秋水终于拗不过何言的纠缠，答应给他投资一点是水。何言还是很有戒心的，初始资金投资只出了1000，不过这样也好，他要是真拿出个3万5万的，我们还真不好调动大额资金。叶秋水收了钱，过了2天，转手给了他2200。这次运气比较好，市场回报高，连本带利一共3000。按照规矩，你是用我的账户进行投资的，利润我要抽取40%。何言看着到手的钱，想到3倍的回报，眼睛都红了。那我要是多放点，我岂不是发了？叶秋水不屑道：“所有资本都是要成本的，还多放点，你能拿出多少？”何言犹豫了许久：“姐，我有钱，我妈那里还有一座老房子，不过暂时还在我妈名下，但是我妈说了，以后一定会给我的，全都是我的。”叶秋水故意试探道：“你妈的房子，你哥不得有一份，能全给你？”何言急了：“真的是我妈的，那里是拆迁房，拆迁款好几百万呢，就是还没到拆迁的时候，要不然我光拆迁款就足够了。”我和丈夫坐在另一边，
听着耳机里传来的声音，心底慢慢凉透了。这么大的事情，我和何年却完全不知道。果然，我们都是外人。叶秋水没想到居然还有这样的内情，赶紧再接再厉打探着：钱都给了你了，你哥不得疯了，不得找你吗？何言不屑道：那个孬种，我妈才不会给我哥呢。自从娶了那娘们，我妈就没看他顺眼过。等我拿了钱，直接搬出去买个大别墅。老子有钱，他们又找不到我，老子一个人快活。想到之前何言信誓旦旦自己能在上海买房，原来还有这一手，怪不得这样自信。那他这样着急要钱，看来是想在消失前好好敲诈我们一笔。我看着丈夫的眼眶逐渐红润，有心想降低音量。何年按住我的手：佩兰，让我听完，让我死心。我只好握住他的手，无声地给予支持。叶秋水继续下套：你想投资也没问题，但是按照行规，我得抽成40%。不过他还是不满足。姐，这个利润也太高了吧？叶秋水回道：没办法，这行的规矩就是这样。你要是不想被人抽利润，就自己得有账户。何言一听，立刻上了钩：姐，那这个开账户要多少钱？叶秋水不屑道：真敢痴心妄想！先不说你拿不出开户需要的200万，就算你拿出来，你也没有机会，名额早就满了。何言一听这话，哪里能善罢甘休，不停发各种肉麻的话。叶秋水见状，又抛出一个鱼饵：你哥和你嫂子不是有一个账户，你就用他们的号入盘就好了，他们是你哥哥嫂子，总不至于抽你的成。话题引导到这里，何言算是正式入了网，接下来就等着收网了。何言果然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，足够厚颜无耻，直接跑到我们面前，空口白牙的让我们把那个所谓的账户转让给他。何年气得原地打转，没想到他的弟弟这么没有下限。我按照计划，故意惊慌失措：你怎么会知道账户的事？何言一脸得意：你们想背着我赚钱，门都没有。反正那是我哥的账户，当然也应该有我一半。今天你们要么给我200万，要么把账户转给我。你们可还有女儿呢，替她想想吧。我和她扯皮，转让给你是不可能的，我们也是花大价钱买回来的，但是可以让给你，看你出多少。何言见我服软，得意的不行，把我给他的卡甩我脸上：那就50万，正好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密码都没给我，就是不想给我这笔钱。厚颜无耻，不愧是他何言。不过越是这样无耻，我下手也就越没有负担。我拿回卡，卡里本来就是我应得的，除此之外，50万必须是现金。何言还要说话，我斩钉截铁道：不能少，否则我们不会答应。我们也不是泥捏的，大不了我们把房子卖了，带女儿回老家，大家谁都拿不到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我与何言已经在僵持中了。不过我还有暗手。何言现在已经十分信任叶秋水，果断选择向他寻求帮助。叶秋水道：我手头的钱倒是可以借给你，但无凭无据的，你也没有个抵押，我凭什么借给你？这样吧，你不是还有一个拆迁房？见何言有些犹豫，叶秋水道：我们这行就是这样，投资越大，风险越大，但是收益也越大。现在行情看涨，你随便投下个几十万，都是几百万的利润。你拿老房子贷款100万，除了买账户的50万，还能投资50万。这种行情，不出2天就回本了。何言想到之前的3倍回报，50万在他脑子里已经变成了150万，又变成了450万。被利益冲昏了头脑的何言，
满脑子只想到买下账户，就有了一只会下金蛋的鸡。不用叶秋水多怂恿，她直接回老家，把婆婆的房子改到了自己名下，然后抵押给了叶秋水。当然不是真的借的叶秋水，我们贴心的为何言找到了一个高利贷借贷机构，换来的100万，50万转手就到了我手里，另外50万则是叶秋水的辛苦费。不出意料，对于这个小儿子，婆婆一直没什么底线。我猜测她可能是想着，就算房子没了，他们一样可以住在我家。可惜他们错了，我们是一个完整的家庭，有着自己的生活，不是他们2个人的接盘侠，交换了现金和所谓的账户。何年看着何言，给了弟弟最后一句忠告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何言反而上手想摸我的脸，淫笑着，嫂子，你们现在哪还有多少钱？要不然你来伺候伺候我，我养你好了。何年把我挡身后，又被我拉开，我上前直接给了他一个耳光。叶秋水还给我带来一些意外消息，何言明显是做梦做大了，打上了叶秋水的主意，带着他出去喝酒。不过这个王八怎么可能知道，叶秋水可是千杯不醉的酒神，见何言人事不行，叶秋水直接指纹解锁何言手机，然后把微信数据复制给了我。原来何言不是要借用我家的房子，而是真的要霸占。其实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女朋友，不过就他那个德行，怎么可能有女朋友？他微信里清清楚楚写着他和朋友的聊天记录。等我进去住一段时间，找人做了何年。反正他一个怂货，凭什么住那么大的房子？我妈说了，他的就是我的。叶秋水还查看了何言的搜索记录，这个恶毒的蠢货居然搜索过很多杀人与毁尸灭迹的办法，除了霸占我家的房子，除掉我的丈夫，何言还想对我下手。用他的原话是，周佩兰那女的你是没见过，一看就会伺候男人，到时候请你们一起来玩玩。放心，她没了丈夫，一个女的跑不掉，玩一玩就丢，到时候正好把她扫地出门。倒是对着我的女儿，她难得的网开一面，那个小丫头看起来就挺嫩的，到时候兄弟们一起玩玩。小朋友可嫩了，跟着不堪入目的聊天记录映入眼帘。看到这种对话，何年和我心底的最后一丝怜悯也彻底消失。我看着叶秋水，动手吧。2天后，叶秋水给何言发消息，投资失败，币圈崩盘了，警察发现我们交易金融货币，现在在抓人，你也赶紧避避风头吧。这个账号是我们向特殊渠道借来的账号，一旦单方面拉黑，以何言的能力，根本找不到叶秋水。与此同时，我与丈夫也早卖掉了房子，换了联系方式，与他们断掉了联系。我们本来就想要换一个生活环境，正好摆脱这2个吸血鬼。何言彻底失去了我们的联系方式，又害怕警察找上门，只能夹着尾巴回老家。然而他想不到的是，真正可怕的地方还在后面。很快就有高利贷机构不断上门催收利息，他们可不是何年可以容忍何言的欠钱不还。3天2天上门打砸，拿棍子指着何言的鼻子大骂。很快，本来就瘦削的何言在这种折磨下更是食不下咽，夜不能寐。婆婆也是天天以泪洗面，2人互相指责。过不了多久，高利贷的失去耐心，上门收房。何言与对方大打出手，失手之下居然捅伤了人。这下他彻底成了过街老鼠，当天就偷跑了，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，只剩下一个无家可归的婆婆。虽然她不是一个尽责的婆婆，甚至可以称得上恶婆婆，
但是他毕竟是个老人，何年给他在乡下找了一个养老院，每个月定期给他寄点钱，这就是尽了孝心了。但是当婆婆握住何年的手，求他把他接回家赡养，我们都只能表示爱莫能助。毕竟我们曾经给过他晚辈对于长辈的关怀，但是他从来不曾回应过一丝丝的关心，这是他应得的结果。只要他在接下来特日子里不再作妖，我们一定会让他在养老院有一个安定的晚年。但是要是他再打什么歪主意，我也不会怕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太太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